这家应该是大麻专卖店吧？这也有点大吧？这又是什么东西啊 ？Asian Smile。咦，要不晚上去看一下？2个月在这边，还有2个月，在欧洲对。哇，没有，现在不走以后没机会了。万一结婚生小孩就没有。哎，对呀、还就是抓紧是不是？那没事，年轻人有机会。跑了多少国家了已经？现在20多个吧，不够。不过走不完的了，世界太大了。对，我看到有80多个国家那种。你是那个 single room 是吧？应该是对。这边街区是不是就是中国人多一点？这是你完全不是你他后来帮我生成2个，我不知道，就是好像是个双床房，还是我问一下不是，就是大床房。我先问一下，你怎么称呼啊？姓于。原来是住哪里？原来啊，你是今天第一天来的是吧？对，就之前是订错了啊，对，那个时间。亚洲街区在那边有一个叫 National 在那边就有很多中国超市啊。哦，我懂了。它旁边那个什么 Asian Smile 是什么东西？脱衣舞店了。OK， September here， 哇，这整栋都是啊，虽然有点老，密码是269 9，OK。哦，里面还有那么多房间，这栋楼还蛮大的哦。259，我是1号房。5、9，哎，好 ，sorry。这么老式的按键，我真的是，哎，我操，又摁错了，傻的。5、6。记性真的是人到中年啊。OK， 还可以，挺大的。从昨天到维也纳呢，现在刚好是一整天，除了吃饭我出去了以外，基本都待在房间里看电视剧，好爽啊！除了脖子现在很酸，就是后面那个肌肉，因为低头会去抬头的原因。现在我出去转一下，运气很好的就是今天又是个下午，又是个大晴天。在维也纳呢，它有很多景点，包括美泉宫、美景宫，还有那个什么艺术史博物馆。对，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它的歌剧院、金色大厅之类的。代表了他的，当然我也说起维也纳，大家都说他的交响乐团嘛。那我没有约过这个交响乐团，因为在我的初中时期吧，对，那时候要考乐理，考 B 级吧，考 B 级，然后就我们得去背那些乐理的知识，就每天要听那些 CD 啊，交响乐，还得去背很多历史曲名。那些重要的节点吧，也算是有艺术史的部分。所以或多或少我们就是考过 B 级的，应该都知道这个东西。那说回我没约啊，就是我在这边就是很随意，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那个计划了。昨天我到这里以后，不是就窝在房间里看那个《权力的游戏》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现在要去看《权力的游戏》，可能是因为我快到杜城了吧。这次我住的这个地方呢，它不算是特别方便去城市，所以我只能走过去，会坐公交。然后我今天打算走过去，大概走半个多小时可以到却偏向市中心的地方吧。对，其实这附近也蛮热闹的，但是好像跟市中心还是有一些距离。不过也好，就多走一走，看一看我已经缺少很久的锻炼。今天天气是真的蛮好的。我就很喜欢维也纳这样的建筑，就是整整齐齐一排一排，然后两边的颜色呢，就是都是同一个色系的。这太阳照过来以后呢，这个整个淡雅的颜色就会映衬得很漂亮。
相对来说，就是从布拉格过来，我觉得比布拉格要干净不少。可能是我的错觉，可能是我没有走到乱脏的地方吧。你看这些墙面和标牌就很整齐，它每个柱子间的间距啊、窗户的形状啊，就是这一排它都是偏向整齐的那种。就算它是不同的一栋楼也是如此。前面还有像黄色啊、淡粉红这样的颜色，不算淡粉红，淡玫红吧，应该算是。不过我这一片呢，我看经常有房子在修了，就是龙门吊还在那边，造什么东西，可能百废待兴。这都不算是二环内吧，我觉得。对，反正我只要沿着走就好，一个悠闲的 city walk。说起维也纳呢，就是它有一首很出名的曲子是《蓝色多瑙河》嘛，可能大家都听过。确实是在市中心有一条河隔开，就是多瑙河。那我不打算去看这个多瑙河。昨天我坐巴士过来的时候，其实已经经过了，但是我今天不打算过去，因为在布达佩斯的时候还是可以碰到多瑙河，很搞笑。所以我打算去布达佩斯看。布达佩斯我会待得更久一些，而且他们说布达佩斯的夜景啊，什么都很漂亮，我就打算去看一下。到时候还要在布达佩斯骑那个车，对不对？骑那个滑板车。其实我有点懒下来了，我发现，也不是说特定节点嘛，就是到这个时候突然觉得，好像也不用那么卷了，不是那么卷，就是也不用一定干嘛。所以我觉得悠闲点挺好的。其实我视频做到现在呢，就也没有想它能到什么程度，因为最好看的部分，我觉得是已经过去了啊，在冰岛和法罗群岛这一段，那它也没有为我带来最终达到一个什么预期目标嘛，那我就觉得这个可以分享给大家随便做做，但是如果我没有分享的话，其实就是蛮无聊的。如果我停止分享这件事儿，其实视频拍到现在呢，如果不是我有这个分享欲把它去做成一个任务去做的话，其实很可能我已经不拍这个视频了。就我觉得其实视频还是占用了，包括剪视频这个阶段，占用了我挺多的游玩的时间。就是我想更悠闲一点，而不是说有什么任务去推着我做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不是有这个任务推着我做，我可能在之前就已经回国了。因为我觉得其实长期旅游确实是挺累的，挺无聊的。这好漂亮，让我拍一张照片。这一点呢，在长途旅游中尤其明显。如果短途其实不会有这种感觉。就长途在欧洲，相同的城市类型，相同的教堂类型，其实看到后来，就如果预期吧，确实是很容易疲倦。如果你让我现在飞到意大利、西班牙这些地方，可能会还好。但是我还有1个月才能会到那边，所以就因为我更喜欢大自然一点，相对城市100%。既然也没什么好讲的，我就给大家讲一下维也纳的历史吧，就一些历史的节点。最早在公元1世纪，它是罗马时期嘛，那时候其实维也纳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军事要塞。对，为了防御日耳曼部落，日耳曼就是德国吧，对。中世纪是哈布斯堡王朝崛起，这个就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。那个时期，我对这段历史很不知道，就很空。接着呢是奥斯曼帝国围城了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然后奥地利成功阻击了奥斯曼帝国，并在其帝国扩张。接着是巴洛克时期维也纳会议，之后就在1战之前进入了这种奥匈帝国。所以它和匈牙利组成了双重君主国。这个国家这不是国家了，就是也算吧，对，算是一个很强大的联盟吧。然后二次大战的时候，奥地利就被纳粹德国给吞并了。接下去呢，就是战后独立，到1955年永久建立中立国。永久中立国应该是和瑞士一个意思吧。虽然我现在不在完全市中心，
那或许它其实也没有算是说市中心和不是市中心啊。就我现在不再属于一环内，我感觉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它周边的店铺哦，还是就线下经济发展的还是很好的，相比国内。相比其他的一些欧洲城市，我觉得两边有很多小店，虽然它现在这种像这个还在装修，还没开，但是刚才我经过了不少的还挺有意思的店铺，包括咖啡店，设计的挺不错的。我觉得这地方还是很有意思的，穿梭在这些楼房之间哦，就沿着它的给出的。一条动线不停的走，这条路很长，它一直通到金色大道，还可以金色大厅还可以再往前走，而且人其实蛮多的，我觉得，虽然是工作日下午，而且它我好像用了好多而且，上午它是阴天，下午就变成了晴天，我感觉很开心。我不知道从上方看这个街区整个维也纳城市是怎么样。我怎么感觉我一直在两边都是高建筑的那种环境下走呢？有点像是一个迷宫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从俯视角度来看，它可能会成为一个迷宫。不知道这是一家什么店，繁体字，是日文、中文，这个已经有点褪色的涂鸦画是在说什么呢？虽然我不是很看得懂这个意思啊，但是说的不会是太极拳吧？这就是金色大厅，白天没有人，完全没有人。金色大厅说起来，它为什么叫金色大厅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它就是一个1870年左右造的音乐厅吧。里面造的很金碧辉煌，据说，不过这样看也是看不出来的。By the way， 来过了。这边建筑都很像国内那个红光卢浮，应该说红光更像这里的中世纪这种风格吧。笑死我了，这在干嘛？这个是维也纳的国立歌剧院，现在应该逐渐在取代金色大厅的地位，我不知道，这应该更现代的歌剧都在这儿吧，挺大的。这个占地真的挺大，设计也挺帅的。这里有个环线，我估计也叫它这里是一环吧。狗子，好可爱。再往前走是霍夫堡和我说的那个艺术史博物馆，虽然我不会去，但是我可以经过一下。来都来了嘛，就多走一下。从这边看那个国立歌剧院好像更帅嘞，外面的造型还是挺独特的，有特立性。我知道了，这个是007啦，007大破量子危机那个。对，应该是那个吧。碟中谍也在这里拍过，碟中谍5，哦呦天，都选择在这儿，很好玩，很好玩。看到一个公园，所以我就跟着它很长的这个马路，想去公园里面坐一会儿。这是谁？莫扎特吗？不知道，但是在这个公园里面真的有个莫扎特纪念碑。No dog, perfect。左边草丛里有人在随地大小便，也是会有的。这个草地好舒服啊，绕一圈绕一圈。不过这个公园不算特别大。只是今天因为阳光特别好，我觉得就是很舒服。所以你看，整个旅程，每一段旅程它都是随着天气改变，各种外部因素改变你心情，心情改变你对这段旅程的那个观点、主观体验什么的。这边还有听到一个草坪前面，那我就沿着草坪走吧。
上面应该是可以走的。因为它这里面禁止狗入内嘛，所以也不会有狗屎，很干净啊，也不是很干净。刚才还有人撒尿来着，我只是觉得这地方挺舒服。这个就是叫什么霍夫堡了吧？对，哦不是哦，是吗？哦对，应该是霍夫堡了。霍夫堡还是占地面积挺大的，还能找。突然发现头上停着2只鸟。而且它的颈部毛茸茸的一圈，有点像围脖，但是应该是只老年乌鸦，就是只乌鸦吧。这只也是，它下面羽毛其实是灰的，很温暖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虽然我不确定这地方干不干净，地上干不干净，但是我还是挺愿意坐下来的。比起坐在草地上，应该还是坐在水泥台阶上更舒服一点。阳光是真的好啊！你看这种感觉，每天都是这样就好了。蓝天没有白云，纯蓝天和绿草。往这个方向看过去，还有国家珍宝馆和奥地利图书馆。其实一些博物馆建筑都在这一块聚集了。右边这个就是莫扎特的雕像了。哦，不过他在门口进来的地方，所以得是绕一下。不过我也不打算再走远路了，我们就在这里看一下吧。莫扎特好帅啊，超帅的，很艺术，很艺术，不愧是大师。我也很想一直坐在这里一个下午，比较舒服，但是现实中就不行。就我感觉我自身的节奏依然不会让我放慢很多了。我进入欧洲以后其实已经好很多了，但是还是不一样的，人家是刻在骨子里的。Oh, beautiful, beautiful。这里现在的时区呢，6点钟之前太阳就下山了，下山以后天会变得很冷，所以我差不多也该慢慢往回走了。我又看到一家奶茶店，我会犹豫一下要不要喝这个东西。Maybe。这里有个繁体的欧洲时报，对面就是奶茶店17番铁，之前是日本，我还喝过这个感觉啊，秋天觉得好熟啊。5欧元给我了一个投币，可以去抓娃娃，这也太搞笑了吧！然后试一下，这大概是能抓得住的吧？为什么我来喝奶茶突然变成了这种性质的活动？白死的。虽然写的是日文。店啊，就店名是日文，但是真的这家店很中国，很搞笑，我觉得，而且很可爱。我要了热，30%糖，一般我都是这个配置，我觉得很好喝，味道很不错 ，perfect。我现在已经变成了每个国家奶茶评测了。路过一家音像店，不知道为什么里边中国人好多，但它其实是一家蛮 local traditional 的那种唱片店，它里面有很多黑胶唱片，然后还挺不错的。这个壁画又是在墙绘，又是在宣扬什么呢？保护巴勒斯坦，还是反对所有战争呢？这个墙绘好有意思啊！
这个人2个手是分别撑着2边的墙壁的，感觉就是他在支撑这一块，超好玩的，很有艺术感。看这根电线，它被阳光照射的金色闪闪。夕阳真是美好的世界。嘿嘿，这个涂鸦好可爱呢。没有眼镜，这个好好玩。侏罗纪公园做了一只霸王龙的造型，用废物垃圾品。这个装置还是蛮有意思的，很好。因为维也纳它这个街区呢，就是一个东西走向，这边就是西，另一边就是直通东边，所以我们一直可以看到夕阳直接从楼房间就穿过来，笔直的哦，几乎是没有什么拐弯的地方，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吧，我觉得。不知道是不是特别设计过的，当年。这么一圈逛下来，我是真的觉得维也纳挺漂亮的。它道路修的也很好，很平整，很适合骑自行车。反而这里骑车的人稍微少了那么一点点，但很不错。